小姐，您见到的那个叶晨，长得跟叶长英一模一样。老者此时一脸的不可思议。林婉儿微微点头，淡淡说道：“不能说100%相似，但起码也有90%。”90%，老者惊骇不已地说道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应该不会有偏差了。两人成年的长相都如此相似，再结合那人的名字也叫叶晨，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。”说到这，他不禁喃喃道：“那这也就是说，长英和程曦的儿子还活着？”林婉儿一扫先前的阴霾，笑着说道：“不但活着，还活得很好。他的实力非常强，破青会的萧齐卫在他面前就像一根根堆在砧板上的胡萝卜，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着实令人印象深刻。”果真，老者更是瞠目结舌，一脸激动地说道：“好啊，真好啊！长英和程曦的优秀程度，在那个年龄段的人里，真的是我前所未见的。当初这两人英年早逝，我时常为这两人惋惜，没想到两人的儿子不仅活着，还如此优秀，没什么比这更能让人宽慰的了。龙凤之子，果然也不是凡物。”说到这，老者不禁感叹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两家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的孩子，脱离了这两家人的基础，竟还能有如此实力，实在令人想不明白。林婉儿笑道：“他定然是有他的际遇，而且应当是非常精彩的际遇。”老者欣慰笑道：“真是好奇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林婉儿点点头，坦诚道：“我也很好奇，甚至有些八卦。”说着，他又不禁嘀咕道：“对了，他能追着破青会一路杀到北欧去，不但说明他已经掌握了破青会的某些线索，而且还与破青会有深仇大恨。”话音一落，林婉儿忽然站起身来，握紧双拳，激动到手舞足蹈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他父母的死大概率与破青会有关，他是要找破青会报杀父杀母之仇，和我一样，我也要找他们报杀父之仇。”老者下意识地说道：“长英和程曦当年是死于破青会之手，如果叶晨要与破青会为敌，为何不与他爷爷、外公相认？这两家都实力非凡，定然能帮他不少。”林婉儿摇摇头，认真道：“对付破青会，如果只是有钱，那有再多的钱都是没意义的。即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，在破青会面前也根本不够看。破青会一直以来最怕暴露自己，所以行事一直非常低调，否则的话，他们一夜之间就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人都人间蒸发。就算他们有数十万亿美元资产又能怎样？有钱也要有命花才行。”老者表情依凛，点头道：“您说的对，钱不是第一位的，实力才是。”林婉儿微微一笑，看着老者嘱咐道：“对了，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叶家的人。”老者忍不住道：“小姐，能不能让我跟叶家的叶忠全透露一些？我与他交情不错，他找这个孩子也找了20年了。”林婉儿摇摇头，暂时还是不要了。叶晨情况特殊，现在又与破青会起了冲突，如果叶家的人知道，大张旗鼓的去寻找，说不定会惹火上身。你也不想看到叶家被破青会盯上吧？这倒是。老者有些惆怅地轻叹一声，开口道：“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”林婉儿微微点头，又道：“叶晨是在金陵失踪的，如此说来，就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失踪后就被人换了个新的身份，又被人用你刚才说的第2种方式将身份做了隐藏；另一种是他失踪之后直接被人带到了海外，一直在海外隐姓埋名生活。”老者道：“若是第1种可能，那您在国内或许还能找到他；若是第2种的话，在国内恐怕就很难找到他了。”不爱的，林婉儿笑着说道：“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我就已经成功1半了。”说罢，林婉儿又道：“我要先在国内找一找，如果确实找不到，就再去海外看看。”老者忙问：“小姐，您打算去哪找他？”林婉儿笑道：“自然是去金陵，那是他20年前失踪的地方，一切线索肯定都要从那里开始寻找。”老者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叶家、安家当年也是从金陵开始找的，把金陵翻了个底朝天之后，
他们又在全世界找了很多年，一直没找到。你时隔20年还去金陵找，会不会徒劳一场啊？林婉儿认真道：叶家、安家既然从金陵开始找遍了全世界都没找到，那在我看来，反而恰恰就是金陵的可能性最大。老者问他：小姐，你要不要算一卦，看看能不能算出他的踪迹？算不出。林婉儿摇头道：我试过了，卦象显示雾里看花，难辨其踪。不过卦象之中有一个蛟龙入海的提示，我觉得应当是叶辰经历了某种特殊的际遇之后，将他的命格直接抬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龙格。世间人命格有无数种，唯龙格为尊。如果一个人已然成就龙格，我是无论如何也算不出的。老者好奇地问道：还有您算不出的事？咱们现在有了他小时候的身份信息，你要不要用他的生辰八字再算一次？林婉儿摇摇头：我的进神卦都算不出他的线索，生辰八字就更没戏了。老者叹了口气：那就如您所说，去金陵试试看。说罢，老者又问他：小姐，要不我陪您一起去金陵吧？林婉儿未置可否，只是看着他开口道：我看你气血虚弱，身体似乎不太好。是。老者苦笑一声道：我今年都已经88了，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歪心病，得过心梗，做过支架和搭桥，前几年又得过肺癌，切了左肺，还做了化疗，身体明显已经不太行了。医生前些天说我已经开始肾衰了，过段时间应该就要开始做血透，但我这个情况应该也经不起什么折腾了，能再活2年我就满足了。林婉儿皱了皱眉，问他不能做肾移植吗？老者笑道：您看我这身板，还能经得起那么大的手术吗？估计上了手术台，心肺还没放进去，人就已经不行了。也是。林婉儿点点头，淡淡道：我给你把把脉吧。老者闻言一惊，连忙受宠若惊地问道：小姐，这怕是使部的吧？哪敢劳您为我把脉？林婉儿摆摆手：没什么使部的。说着，他指了指椅子的扶手处，开口道：把手放这儿吧。谢谢小姐。老者连忙将左手放在椅子扶手上，林婉儿手指轻轻搭在他的脉门之上，闭着眼睛感受了片刻，这才将手收了回来，叹了口气，非常直接地说道：对不起，我虽懂些中医，但可能还不够精深，你这种情况，我已经无力做出什么改变了。老者听闻，先是一怔，旋即笑道：小姐不必自责，我能活到今天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林婉儿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我给你算一卦吧，我算卦的水平比中医的水平还是要强得多。说罢，也不等老者回应，便从口袋里掏出9枚铜钱，随后他将9枚铜钱摆在面前的茶几上，与之前一样，将铜钱平均分成3排，以对角线的方式，先抓起3枚丢在桌面上。旋即他看着那铜钱的卦象，皱眉道：卦象显示你阳寿将至，最多还有半年时间。半年。老者表情依凛，如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愣在当场。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，惨笑一声，虽说比我预期的短了一些，但也无妨，半年时间够我交代安排后事了。林婉儿没说话，继续拿起左下方3枚铜钱，再次丢至茶几之上。这次他的眉毛轻轻一挑，开口道：不过现在的卦象有了一线生机，若是能抓住这个生机，能长命100岁。长命100岁。老者霎时间瞪大眼睛，脱口道：这有可能吗？活到100岁，至少还有12年啊。林婉儿认真道：卦象不会说谎，你的阳寿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半年之内，要么100岁以后。老者有些惊喜地说道：小姐，那我该如何抓住这一线生机呢？林婉儿再次抓起最后3枚铜钱，将其丢在茶几桌面，随后看着桌面上的9枚铜钱，皱眉不语。老者见他神情凝重，也不敢问话，只能焦急等待着。片刻后，林婉儿疑惑地说道：奇怪，这卦象中说你的生机竟然与我有关，可我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为你续命。若是我父亲还在，他定然有办法，可惜他一直到走之前
都未曾传授我那种本事，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那块料子。老者此时也不知该喜该忧，毕竟连林婉儿都弄不明白其中缘由，自己就更无从参悟了。这时，林婉儿抓起最南边的那枚铜钱，捏着它举到老者面前，认真道：“这枚永乐通宝杯3钱，在我的卦象中代表生门，它在9枚铜钱的最南端，意味着你的生门在燕京以南。”燕京以南，老者嘀咕一句，一头雾水。林婉儿眼睛忽然一亮，笑道：“我虽没有父亲的本事，但我知道有一人肯定有。”说罢，他看向老者，认真道：“这燕京以南，一定就是金陵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今天是2023年第1天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健康平安。